380万全款买的迈巴赫，大伯母在家族群里一句婚车用老二家的，就直接给我安排了，没人问过我同不同意。我看着消息一个字没回，第二天我就把车开去了二手豪车行。230万到账的那一刻，堂哥的电话就打进来了。我的婚车你停哪儿了？我明天要彩排，卖了。家族群里很安静，直到大伯母张翠芬发出一张婚纱照，下面立刻跟了一串的恭喜和红包。各位亲戚，林浩的婚礼就在下周6了，感谢大家捧场。为了给林浩一个风光的婚礼，我们决定婚车就用老二家的那辆迈巴赫，租一天要10万，咱们自家人就别花那个冤枉钱了，刚好给孩子们省下来蜜月用。消息一条条弹出，没有人艾特我，没有人问我一句，林晨，你的车方便吗？仿佛那辆车不是我的，是他们林家的公共财产。哇，还是大伯母有面子，迈巴赫开到太风光了。是啊，这婚车一出，新娘家那边肯定特有面子，都是一家人，就该这样。我爸林建国也冒了泡，应该的，自家哥哥结婚，弟弟出点力是应该的。他替我答应了，就像过去20多年里无数次一样，我一个字都没回，默默关掉手机。第二天是周一，我请了半天假，没有通知任何人。我把那辆黑色的迈巴赫直接开进了全市最大的二手豪车行，刷卡签字办手续。手机收到银行230万到账提醒的那一刻，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我随手接起。喂，林晨吗？我的婚车你停哪儿了？我明天要跟婚庆公司彩排路线，你赶紧把车开到公司楼下，钥匙留给前台。我平静地听着，感觉过去20多年所受的委屈和压抑都在这一瞬间消散了。我甚至轻笑了一声。你笑什么？听到没有？赶紧的，别耽误我的正事。哦，那辆车啊，卖了。电话那头死一样的寂静。你说什么？我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挂断。手机屏幕瞬间被无数个未接来电和微信消息占满，拉黑，关机，世界清静了。我重新办了张手机卡，第二天照常上班。刚到公司楼下，就看到我爸林建国的车停在路边，他一脸怒气的大步朝我走来。林晨，你长本事了是吧？敢挂我电话，还敢关机？我没理他，径直往公司大门走。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你给我站住！林建国继续说道，车呢？你真把车卖了？卖了？你疯了？那是你哥的婚车，你说卖就卖，我们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第一，那是我堂哥，不是我哥。第二，那是我自己全款买的车，我想卖就卖。第三，我的脸不用你们林家给。林建国的脸色长成了猪肝色。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你爸，所以呢，你是我爸，就可以不经我同意随意支配我的财产吗？什么叫你的财产？你的不就是家里的？我买车的时候你们1分钱没出，现在倒成了家里的了。你吃的穿的哪样不是家里给的？养你这么大，让你给家里做点贡献怎么了？我工作5年，给家里的钱超过60万，给林浩买房我拿了20万，这些够还你们的养育真了吗？林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你算这么清楚干什么？一家人非要这么计较？不计较就可以把我当傻子吗？我冷笑。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吵，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哥的婚礼怎么办？你让他怎么办？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怎么能与你无关？都是你惹出来的祸。谁在群里没问过我，就替我答应的？谁把我的车当成他自己的，打电话来命令我的？那不是你大伯母着急吗？他着急就可以不尊重人？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赶紧想办法解决。没有办法。怎么没有？你把卖车的钱拿出来，再去租一辆不就行了？我看着他，原来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钱我已经做理财了，取不出来。你，林建国指着我，气得发抖。正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立刻换上一副笑脸接了起来。喂，大嫂，什么事？建国，你快管管你家小子吧，他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林浩的新娘子因为婚车的事，现在闹着要退婚啊！这婚要是结不成，我们也不活了。林建国的脸瞬间白了，他焦急地对着电话安抚：大嫂你别急，我正跟小陈说呢，我们肯定会解决的，你放心。挂了电话，他立刻把矛头对准我。你听到了吗？你哥的婚都要被你搅黄了，你满意了？哦，你这是什么态度？不然呢？要我跪下来求他老婆别退婚吗？爸，我还有工作，先走了。我转身就走，林建国再次拉住我，把手机塞到我耳边。你大伯母要跟你说话。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张翠芬刺耳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林晨，你这个没良心的小畜生，我们林家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他骂累了，我才不紧不慢的开口。大伯母，骂完了吗？既然说到了钱，我正好也想问问你，3年前您说林浩做生意周转不开，从我这里拿了5万块钱，您当时说半年就还，现在3年半过去了，您是不是该把钱还我了？电话那头瞬间死寂，张翠芬的呼吸声变得粗重。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您忘了没关系，我这里有转账记录，当时您还给我打了张欠条，白纸黑字，要我拍给您看看吗？张翠芬彻底没声音了，林建国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我把手机递还给他，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伯母什么时候把钱还了，我们再谈别的事。说完，我转身走进公司大门。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等我回到公寓楼下，已经是晚上10点。刚停好车，就看到我大伯林建军蹲在花坛边上抽烟。看到我，他立刻站起来，把烟头狠狠踩灭。你还知道回来？有事跟我回家，你爸妈、你大伯母都在家等你。他想上来抓我的胳膊，我后退一步躲开了。我没家，这里就是我家。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是不是？是你们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不就是一辆车吗？给你哥用一下怎么了？你就这么容不下你哥？我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愿意，谁也别想抢。反了你了，你个死小子！他被我激怒，扬起手就要打我，我眼神一冷，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从包里拿出手机，屏幕对着他，我已经报警了，警察5分钟就到，这里的监控很清楚，你现在对我做什么都会被清清楚楚的拍下来，到时候是你儿子婚礼重要，还是你这个当爹的去派出所喝茶重要？你自己选。林建军的手僵在半空中，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我们对峙着，最终他还是缓缓放下了手。好的很，凌晨，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我等着，我看着他愤愤离去。回到家，我反锁上门，我知道这只是开始。果然不到10分钟，我的新手机号就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那头是我妈刘桂兰压抑着哭腔的声音：小陈，你在哪？你快回来吧，家里出大事了，你奶奶被你大伯母气得犯了心脏病，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奶奶，这个家里唯一真心疼爱我的人。我挂了电话，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我把油门踩到了底，冲进市中心医院的急诊大厅时，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们：我爸林建国、大伯林建军、大伯母张翠芬，还有堂哥林浩。他们一个不少，全都聚在抢救室的门口。可是他们的脸上没有焦急，没有担忧。张翠芬看到我的瞬间，眼睛里迸发出的不是悲伤，而是怨毒和算计。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奶奶呢？你还有脸来？张翠芬第一个冲了上来。你奶奶要是有个3长2短，你就是杀人凶手。我问奶奶在哪？我推开她，想要冲进抢救室。林建国一把拉住了我。你别闹了，医生正在里面。奶奶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林建国说，还能怎么样？都是被你气的。林浩也走了过来。凌晨，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我老婆说了，要是婚礼出问题，她就带着孩子打掉。奶奶要是有事，你就是我们家的罪人。就在这时，一个护士从旁边的门诊室里走了出来。你们是12床病人的家属吗？病人血压已经降下来了，没什么大碍，留院观察1晚就行，别都堵在这里，影响其他病人。我猛地推开我爸，几步冲到旁边观察室的门口。透过玻璃窗，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奶奶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她根本不在抢救室，她根本没有生命危险。过去半个小时里，我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担忧，所有的自责，都像一个天大的笑话。那股从脚底升起的寒意，瞬间冻结了我的血液。我慢慢地转过身，看着门口那一家人，看着他们脸上来不及掩饰的慌乱和心虚，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陷阱，一个用我最爱的奶奶来逼我就范的卑劣无耻的陷阱。我爸被我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毛。小陈，你别怪我们也是太着急了。是啊，医生一开始说情况很危险，谁知道？我打断他，声音冷得像冰。是吗？那你们是希望奶奶情况很危险，还是不危险呢？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走到他们面前，为了逼我拿钱出来，你们连奶奶的性命都可以拿来当谎言的筹码，你们真的刷新了我的底线。我笑了，发自内心冰冷的笑。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谈钱，那我们就好好谈谈钱吧。我的话音落下，走廊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林建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我们什么时候拿你奶奶当筹码了？就是我们是关心则乱。张翠芬梗着脖子反驳。只有林浩依旧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林晨，你别在这里转移话题，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婚礼、婚庆公司、酒店、车队，所有人都等着。你把卖车的钱拿出来，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家里的事我们以后再说。他朝我伸出手，先把事解决了。可以啊。所有人都愣住了。林浩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我就说嘛，都是一家人，但是在解决你的事之前，得先解决我的事。我从包里拿出手机，点开了计算器。大伯母，3年前，也就是1277天前，你从我这里借了5万块，当时说好半年就还，年利率按5%算，不过分吧？我算了一下，本金加利息，一共是63425块。你是现在转账，还是我把欠条发到家族群里，让大家评评理？张翠芬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你算那么清楚干什么？为了一点小钱，你要逼死我吗？小钱？我抬高了音量。这笔钱
是我刚工作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第一笔积蓄。当时你上门哭着说林浩做生意赔了，急需用钱，我二话不说就给了你。现在到你嘴里成了一点小钱，你自己的儿子是宝，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草是吗？张翠芬被我堵得说不出话。还有你爸！我把目光转向林建国，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小陈，你大伯母也不是故意的，我没跟他说。我冷冷地打断他，我只想问问你，你刚刚说我的不就是家里的？是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很好，我点点头。从今天起，奶奶由我来照顾，我会给她请最好的护工，住最好的疗养院。既然我的钱是家里的，那家里的钱自然也该为奶奶花。你现在立刻马上转20万到我的账户上，作为奶奶第1年的赡养费和医疗储备金。什么？林建国和林建军同时惊叫出声。20万，你怎么不去抢？林建军怨毒地说道。我养我妈，还要给你钱？林建国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是你自己说的，你的就是家里的，我这是帮你尽孝，你应该感谢我。你这是强词夺理，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收起手机，转身就要走。站住！林浩急了，一把拦在我面前。林晨，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大伯母的6万3，我爸的20万，一共26万3425块。明天早上8点之前，我看到这笔钱到账，然后我们再谈你的婚车，否则一切免谈。你！林浩气得浑身发抖。我绕开他，径直走向电梯，身后是他们气急败坏的咒骂和咆哮。电梯门缓缓关上。第二天一早，我没有等来他们的转账，等来的是我妈刘桂兰的电话。电话里她哭哭啼啼。小陈，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他可是你亲爸，还有你哥，他结婚是多大的事，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我一句话都没说，静静地听着，等他哭累了说倦了，我才平静地开口。妈，我昨天在医院看见你了。电话那头的哭声戛然而止，你躲在走廊的拐角，看着他们演戏，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冲进来。你什么都知道，但你一句话都没说。小陈，从那一刻起，你就不是我妈了。我挂断了电话，拉黑了她的号码。洗漱完毕，我去了医院。我到医院时，奶奶刚做完检查，一个人坐在病床上，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亮起一丝光。小陈，你来了。奶奶，您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她叹了口气，我都知道了，你别跟他们置气，不值得。我的眼眶一酸，奶奶，您跟我走吧，我照顾您。她摇摇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布包的严严实实的小盒子，打开，一把生了锈的钥匙，一本泛黄的房产证。这是你爷爷留给你的。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你爷爷走得早，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怕你将来受委屈，他偷偷把老房子过户到了你名下和房产证，他让我一直替你保管。我呆呆地看着房产证，户主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林晨，日期15年前，我爸、我妈、我大伯一家一直住在我名下的房子里，心安理得地吸我的血，算计我的财产，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才是那栋房子的主人。奶奶，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收好房产证，亲了亲他的额头。您好好休息，等我来接你。走出病房，迎面撞上来势汹汹的两家人。张翠芬指着我唾沫横飞。林晨，我儿子的婚礼今天就办，你再不拿钱出来，我们就去法院告你。告我？我看着他们，就像在看一群小丑。好啊，我拿出那本陈旧的房产证，在他们面前展开。正好，我也要去法院告你们，非法侵占我的个人财产，长达15年。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我的话像一颗炸弹，在走廊里轰然引爆。张翠芬第一个尖叫起来：房产证假的，肯定是假的！她伸手就来抢，我手腕一翻，轻易躲过。林建军脸色铁青：你为了不出婚车，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林浩冲上来，想把证抢过来撕了，眼看就要抓到我。我没退，只是冷冷地看着冲到我面前的林建国。爸，今天你要是让他们动我一下，或者动这份房产证一下，我保证你们明天就得睡大街上。我还要去你单位，去所有亲戚面前好好说道，说你是怎么霸占已故父亲的遗产，说你是怎么联合大哥一家把儿子当提款机，一炸就是20年。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针扎进林建国心里。他伸向我的手，猛地停在半空。别冲动吧，你拦着我干什么？闭嘴！林建国一声怒吼。林浩愣住了，所有人都愣住了。林建国死死盯着我手里的房产证，他比谁都清楚这个证是真的。小陈，我们回家说好不好？别让你奶奶听见了。回家？我笑了。回哪个家？我的家不欢迎你们。我把房产证收进包里，24小时带着。你的好大哥、好大嫂、好侄子，还有我那个好妈妈，从我的房子里彻底消失，否则我会带着律师和安保上门，
到时候事情就不会这么体面了。说完，我转身走回奶奶的病房，轻轻关上了门。从今天起，我的人生我做主，我的房子我做主，我的钱更由我做主。我给奶奶办了转院，全是最好的私立医院，安顿好她。我走出病房，打开手机，意料之中，几十个未接来电，上百条未读信息，家族群已经炸了。张翠芬在群里声泪俱下：各位亲戚评评理呀！凌晨为了不借婚车，把200多万的车卖了，现在又搞来一本假房产证，要把我们全家赶出去啊！2家人10几口子，要让我们流落街头啊！他颠倒黑白，把脏水一盆一盆的泼过来，群里立刻有了回应：太不懂事了，建国，你这个儿子怎么教育的？再怎么样也不能把长辈往外赶啊，这是大不孝。7大姑8大姨一个个跳了出来，没有一个人问我真相，没有一个人关心我受了多少委屈。我看着那些冰冷的文字，心里没有愤怒，只有麻木。这就是我的亲人，真是可笑。我没有辩解一个字，默默截下了所有聊天记录，然后我发了最后一条消息：踏所有人，明天上午10点，老房子家庭会议，所有对这件事有疑问的亲戚都可以来，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些年的账一笔一笔算个清楚，包括某些人欠我的钱，也请一并准备好，过时不候。发完退出所有邻家微信群，世界再一次清静了。手机响了，是我妈刘桂兰。本想挂断，鬼使神差的按了接听，电话那头不是哭泣，不是咒骂，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的平静。凌晨，你回家一趟吧。你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说要自杀。他说你要是再逼他，他就从楼上跳下去。你大伯他们正在砸门，你快回来啊，再晚就来不及了。我握着手机，站在医院洁白的走廊里，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黑暗。又来了，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用亲情绑架，用性命威胁。他们真的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我没有立刻赶回去，先给奶奶的主治医生打了个电话，然后给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号码发了条信息：张律师，有个房产纠纷和债务追讨的案子，想委托您。对方秒回。做完这一切，我才慢悠悠打车往那个所谓的家开去。到楼下时，单元门口围了一群人，抬头就看到我爸林建国站在阳台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声嘶力竭：我没脸活了，养了个不孝子，他要逼死我。张翠芬和刘桂兰一左一右拉着他，哭天抢地：建国，你不能想不开啊，小安只是一时糊涂啊。演得真像。我抱着闭冷眼旁观，然后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邻居们看到我，立刻围上来：凌晨回来了，快上去劝劝你爸。我没理他们，径直走进单元门。3楼楼梯口，大伯林建军和堂哥林浩守在那里。林建军扬手就要打我：你这个畜生！我后退一步躲开，冷冷地看着他：想打我可以，你猜是你先打到我，还是楼下的安保先冲上来？他的手僵住了，他这才注意到我身后跟着2个穿制服的安保。我报了警，安保同志，就是他们非法侵占我的私人住宅，在我提出收回房产后，以自杀为由对我进行威胁和道德绑架。安保走上前，表情严肃：都跟我们回去一趟。林建军和林浩傻眼了，阳台上的闹剧戛然而止。林建国看到楼下的警车，脸都绿了，自己从阳台上爬了回来。一场精心策划的苦情戏，瞬间变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张翠芬指着我，浑身发抖：凌晨，你连你亲爸都敢害！我没看他，目光投向我的母亲刘桂兰，她脸色苍白，眼神躲闪。我慢慢走到她面前，一字一句：妈，演够了吗？演够了，就该轮到我了。手机响了，张律师，江先生，我已经到楼下了，所有您需要的法律文件、财产保全申请、强制执行申请，还有针对张翠芬女士的欠款催告函，我都带来了。我笑了，看着面前这一张张惊恐的脸，好戏这才刚开始。张律师，40岁左右，金丝眼睛，一丝不苟的西装，眼神锐利，气场强大，身后还跟着2个年轻助理。楼道里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凝固。安保同志辛苦了。张律师朝2位安保点头。我的当事人凌晨先生是这栋房产的唯一合法所有者，这几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长期霸占其房产，并且在我当事人提出合法诉求后，以极端方式进行人身威胁，聚众闹事，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他说话不疾不徐，条理清晰，每说一句，林家人的脸色就难看一分。一个眼神示意助理上前，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装订整齐的文件，一人一份，递到林建国、林建军、张翠芬、刘桂兰手里。林浩没有，他被当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带品。第一，关于房产，限你们24小时内搬离，逾期法院强制执行。第二，关于债务，张翠芬女士3年前借款5万，连本带息6万3425元，48小时内归还，否则以诈骗罪及恶意拖欠罪提起刑事诉讼。第三，关于人身安全，我们已经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旦获批，
你们将被禁止以任何形式接近、联系、骚扰我的当事人及他的奶奶。张律师的话像一柄柄重锤，林家人拿着那几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张翠芬第一个崩溃，我没有借钱，这是污蔑。他伸手要撕律师函，张律师镜片后的眼睛微微一眯。刘女士，销毁法律文件是妨碍司法公正。另外，我们这里有你的亲笔欠条原件，以及你借钱时的录音。你确定要在警察同志面前讨论这个？张翠芬的手僵住了，林建国嘴唇哆嗦着看向我，眼神里没有愤怒，只剩哀求。小陈，爸错了，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是一家人啊！你要是把我们赶出去，我们能去哪？还有你妈！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你们去哪与我无关。我妈，我看向那个从头到尾躲在人群后面一言不发的女人。在我被你们用奶奶的性命骗进医院的那一刻，在我被你们用跳楼逼着就范的这一刻，她选择袖手旁观的那一刻，我就没有妈了。刘桂兰浑身一颤，泪水模糊了双眼。小陈，我别过头不再看她。张律师，接下来的事全拜托您。好的，江先生。我转身下楼，身后张翠芬尖锐的哭喊，林建国绝望的哀嚎，刘桂兰压抑的啜泣。我一步都没有回头。第二天，我见识到了他们最后的疯狂。刚到公司前台签到，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张翠芬和刘桂兰冲了进来。张翠芬披头散发，满脸泪痕，刘桂兰一脸憔悴哀戚，两人手里拉着白色横幅，无良企业包庇不孝子，黑心凌晨逼死亲生父母，天理难容。公司大厅瞬间安静，所有同事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凌晨，你这个小畜生，你给我出来！张翠芬扯着嗓子嚎啕大哭。你为了钱，连亲爹亲妈都不要了，你把我们赶到大街上，还抢走了你奶奶。刘桂兰也抹着眼泪。小陈，你不能这样啊！你爸从派出所回来就一句话不说，哼，饭也不吃，他要是想不开怎么办啊？一唱一和，演技精湛，周围的同事开始窃窃私语，指指点点。部门主管闻讯赶来，脸色铁青。凌晨，这是你的家人。我点头，脸色平静，让保安把他们请出去。张翠芬立刻跳起来，我们不走，今天你们公司不给说法，我们就在这不走了。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人品能好到哪里去？做的产品能让人放心吗？主管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凌晨，我不管你家里什么事，这是公司，不是你家菜市场。我给你半天假，立刻处理干净，不要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公司形象。我被停职了，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毁掉我的房子，毁掉我的钱，现在还要毁掉我的工作。我看着大厅里那两张丑恶的嘴脸，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得意的恶毒的光。我没有争吵，平静地拿起包，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步一步走出公司大厅，身后是他们得意的笑声。走出公司大门，我拨通张律师的电话。张律师，启动第二套方案，我要告他们诽谤以及寻衅滋事，另外帮我联系几家媒体，我有故事要讲。明白，江先生。挂了电话，手机又响了，是私立医院的护士长，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焦急。江先生，您快来医院吧，您奶奶有家属过来探视，情绪受到很大刺激，现在血压急剧升高，人已经昏迷了。我的手猛地攥紧了手机，他们连奶奶都不放过。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空白。奶奶，他们竟然对奶奶下手了。赶到医院时，奶奶已经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隔着厚厚的玻璃，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心电监护仪上是微弱的曲线。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护士长走过来，江先生，老夫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受了很大刺激，需要绝对静养。来探视的是您母亲，她说您不孝，说您要害死全家。老夫人气得说不出话。我擦干眼泪，眼神重新变得冰冷。从现在起，除了我，任何人不得探视，我会让律师来办手续。最后看了一眼奶奶，转身走出了医院，没有哭，没有怒吼，心里只剩一片死寂，哀莫大于心死。我回到酒店，打开奶奶给的那个小盒子，在夹层里找到了一把更小的钥匙。奶奶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们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就去银行打开你爷爷的保险柜。我去了市中心的老银行，打开了那个沉寂15年的保险柜，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个发黄的牛皮纸袋。我颤抖着手打开爷爷的信、银行流水单，还有一份手写的带着血指印的认罪书。信上爷爷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改变2个儿子的劣根性。这份认罪书是大伯林建军亲手写的。20年前，他挪用工厂30万公款，爷爷卖掉祖宅，才堵上窟窿，并逼他写下这份认罪书。那些银行流水是爷爷当年还债的铁证。爷爷说，他本想带进坟墓，但怕无人护我周全，所以留下这把剑悬在他们头顶。我捏着那份沉甸甸的认罪书，泪水模糊了视线。爷爷，谢谢你。我走出银行，阳光刺眼，拨通了林建国的电话。你还打来干什么？看我们笑话吗？明天上午10点，叫上大伯一家和刘桂兰到张律师的事务所来，我跟你们做了断。凭什么？你以为你是谁？我轻轻一笑，你可以不来，但我保证明天中午12点之前
这份20年前的贪污公款认罪书就会出现在安保局和当年那个工厂的档案室里。电话那头死一样的寂静，只有林建国瞬间变得粗重而惊恐的呼吸声。张律师的事务所在市中心最高级的写字楼顶层，我到的时候，团队已经等候多时。9点55分，会议室门被推开，5个人，一个不少，林建国、刘桂兰、林建军、张翠芬、林浩。林建国面如死灰，眼神躲闪；刘桂兰眼眶红肿，张翠芬一脸怨毒，林建军脸色惨白，眼神里全是恐惧。只有林浩依旧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在我对面坐下，没人说话，空气压抑的仿佛要凝固。10点整，张律师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就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做一个最终的合法的了结。”他一个眼神示意，助理将一份文件推到林建军面前。张律师说：“林建军先生，这份文件你应该不陌生吧？”林建军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不，这不是真的！”张翠芬尖叫起来。“这是伪造的！凌晨，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张律师淡淡一笑，按下播放键，爷爷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林建军，你给我跪下！30万那是30万啊！你要我们全家去给你陪葬吗？把认罪书写了，按上手印，这东西会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你要是敢欺负家里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小陈，我就算是从坟墓里爬出来，也要把你送到该去的地方。”录音里还夹杂着林建军压抑的哭声。播放完毕，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林建军扑通一声从椅子上滑下来，瘫软在地，脸色惨白，冷汗浸透衣衫。“小陈，大伯错了，我给你磕头了。”我静静地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悲凉。我对张律师点了点头，他拿出第2份文件。“既然事实已经清楚，那么我们来谈谈了结这件事的条件吧。”张律师的声音冰冷而清晰。“第一，房产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搬离，私人物品一件不留，6点后换锁。遗留物品视为垃圾处理，强行闯入，以非法入侵罪起诉。”张翠芬猛地抬头，被林建军死死拉住。“第二，债务张翠芬欠款63425元，林建国过去5年凌晨共计向你们转账63万，其中用于林浩购房的20万，在法律上属于不当得利，全额返还。”“什么？”林建国和林浩同时惊叫。“那是我儿子孝敬我的，那是我弟自愿给的。”张律师推了推眼睛：“我们有5年来的通话录音和聊天记录，每一笔都是在道德绑架甚至哭闹威胁下被迫支付的。如果对不当得利有异议，法庭上我们可以慢慢谈。”林建国的脸涨成猪肝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2笔债务共计26万3425元，今天下午6点前到账，否则诈骗罪诉讼、不当得利追讨诉讼同时启动。第三，监护权与探视权。张律师的目光落在刘桂兰身上，他浑身一颤，低下头。“刘桂兰女士，在明知奶奶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恶意探视、刺激性言语，导致老人家病危昏迷，已构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所有人签署声明，自愿放弃对奶奶的监护权、赡养权及一切探视权。从此，老夫人的所有事宜由林晨先生全权负责。”第四，名誉权。张翠芬、刘桂兰昨天在公司拉横幅哭闹，导致林晨被停职，社会评价降低。明天中午12点前亲自前往公司，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公开朗读道歉信，澄清事实，取得公司领导的谅解书。做不到，诽谤罪、寻衅滋事罪，法庭见。第五，断绝关系。张律师合上文件，签署断绝所有亲属关系的协议书。从此以后，你们与林晨先生再无任何瓜葛，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互不相干。协议一式5份，公证处公证，即刻生效。他扫视一圈，以上全部条件，你们有10分钟考虑，同意签字，不同意法庭见。当然，林建军的那份认罪书也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会议室里落针可闻，只剩下粗重而绝望的呼吸声。10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林建军第一个从地上爬起来，抓起笔，抖得像风中的树叶，在协议书上歪歪扭扭地签下名字，重重按下手印。签完，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瘫倒在椅子上。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张翠芬咬着牙，流着泪也签了。然后是林建国，他看着我，嘴唇蠕动。小陈，眼神没有一丝波澜。他低下头签了。刘桂兰是最后一个，他拿起笔，泪水滴在白纸上，抬起头，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的让我看不懂。他什么也没说，签了。只剩林浩，他梗着脖子，脸涨得通红。我不签。林晨，你别得意，这事没完。张律师冷冷开口：林浩先生，你签不签并不重要，你的父母已经代表你处理了所有问题，你的威胁我已经录音了。如果你敢对我当事人不利，这份录音会成为你罪加一等的证据。林浩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支持他。他狠狠一脚踹在椅子上，头也不回地冲出了会议室。协议正式生效。林家人失魂落魄的一个接一个走出会议室。从我身边经过时，没有一个人敢看我。曾经血脉相连的亲人
在这一刻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坐在原地，看着窗外高楼林立。这场战争我赢了，可我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手机震动，银行短信：263425元，已到账。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张律师叫住我：“林先生，刚才林浩在楼下跟人发生争执，对方像是来讨债的，您小心一点。”走出写字楼，阳光刺眼，一辆黑色面包车突然急刹停在我面前，车门哗啦拉开，几个纹身壮汉跳下来，为首的满脸横肉的光头，手里抓着一个人，是林浩，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流着血，被光头像小鸡一样拎着。看到我，林浩眼里迸发出怨毒而疯狂的光。就是他，他是我弟弟，他刚卖了车，有280万，你们找他要，他有钱。光头转过头，一双阴腐的眼睛落在我身上，上下打量，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小伙子，你哥欠了我们50万赌债，你看这事，是你替他还呢，还是我们卸他一条腿呢？光头男人的话像淬了毒的冰锥。我拨开张律师，走到光头面前，脸上没有恐惧。我看着光头，又看了看跪在地上像条死狗一样的林浩，笑了，很轻。你说凶债地还？我的声音平静的像一潭死水。我没有哥哥。所有人都愣住了。林浩猛地抬头，林晨，你是我亲弟弟。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像在看一堆垃圾。哦，是吗？1个小时前，在这栋楼的顶层，我们刚刚签了断绝关系协议书，白纸黑字，有律师，有公证。从法律上说，你林浩还有你父母跟我林晨没有1分钱的关系。你不是我哥，我也不是你弟，你是死是活，断手断脚都与我无关。林浩浑身发抖，你真恶毒，我们是一家人啊，一家人。我笑了，笑得比哭还冷。你们把我奶奶气进 ICU 的时候，谈过一家人吗？你们在我公司楼下拉横幅，逼我辞职的时候，谈过一家人吗？你们吸了我20年血，把我当提款机的时候，谈过一家人吗？我每说一句，朝他走近一步，声音越来越冷，眼神越来越厉。林浩，是你们亲手把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一个六亲不认、冷血无情的怪物。所以你现在凭什么要求我对你这个陌生人心慈手软？林浩哑口无言，脸上只剩恐惧。光头男人皱起眉头，小伙子，别跟我玩这套，血缘断不了。今天这钱你得出，是吗？我抬眼直视他，我如果不出呢？那我就卸他一条腿。光头从身后抽出一根钢管，在手心里掂了掂。林浩吓得屁滚尿流。林晨救我，我再也不敢了，我给你当牛做马。我没看他，我看着光头，动手吧。空气死寂，光头的手僵在半空。你说什么？我说动手。我的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不是欠你们50万吗？卸一条腿算25万，再卸一条胳膊算25万，正好2清。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我看着光头，露出了一个微笑，冰冷刺骨的魔鬼般的微笑。光头男人看着我的笑，后背窜起一股寒意。你他妈疯了吧？他身后的小弟骂道。林浩已经彻底傻了，眼神里只剩恐惧和崩溃。你这个魔鬼，你会遭报应的。我没理他，只看着光头，怎么不敢动手？还是只想吓唬人？我1分钱不会给你们，现在离开，我当没发生过。如果敢动我递上张律师的名片，故意伤害，有组织犯罪，进去10年8年不成问题，50万换10年牢饭，划不划算自己算。光头脸色难看，一把将钢管摔在地上。妈的，算老子倒霉！他拽起林浩，走去你家找你爹妈。林浩死死抱住电线杆，我爸妈没钱。没钱，把那套老房子卖了，至少值300万。我脸色一沉，那房子是爷爷留给我和奶奶的。站住！光头回头，怎么想替你哥还钱？不会。我看着他，一字一句，但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让他自己还。他拿什么还？我的目光转向林浩，你结婚时，老婆要了30万彩礼，还陪嫁了一辆车，都在你老婆手里吧？林浩脸色惨白，你想干什么？选吧，是让老婆拿婚前财产救你，还是让你父母卖房睡大街，还是让这位大哥卸你胳膊腿？你自己选。说完，我转身对张律师说，我们走。身后是林浩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光头恶魔般的低语。婚前财产有点意思，走，找你老婆聊聊。闹剧落幕，我坐上车，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林浩的婚姻完了，林建国他们在失去房子又被讨债公司找上门后，生活也将坠入地狱，报应而已。这时手机震动，是公司主管发来信息，凌晨明天正常上班，你家人的道歉信收到了，之前的态度抱歉。我看着信息默默删掉，道歉不需要了。我回了2个字，辞职，然后关掉手机。世界清静了，那栋承载了20多年痛苦回忆的老房子，我挂到了中介。第2天成交，270万到账，屋里上，最后的切割完成。我去公司办了离职，主管再三挽留，我拒绝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我不在乎。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我删掉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我去了医院，奶奶已经从 ICU 转到了 VIP 病房，精神好了很多。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亮起了光。小陈，我握住她温暖的手，奶奶，我来接您出院。好，她眼角泛起了泪花。我们回家。城市的另一端，一个环境清幽的高档小区，我租下一套精装修的2居室。奶奶，这是我们以后的家了，很安静，
没人会来打扰。我给您请了护工阿姨，白天陪您说话，我以后就在家工作，天天陪着您。我拿出手机，登上一个许久未用的作家账号，在空白文档里敲下了第一行字。这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也叫凌晨。窗外有风吹过，带来了新生的气息。我知道，属于我的全新的人生，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奶奶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的小说在网上连载顺利，被出版公司看中，签下了实体书合同。张律师打来电话，江先生，恭喜你彻底摆脱了过去。有件事，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一下。你说，两家人挤在狭小出租屋里，互相指着鼻子骂。张翠芬和刘桂兰在小区地上扭打，头发散乱，围观人群指指点点。林建国醉醺醺地倒在楼梯口，腿摔得骨折了。刘桂兰在医院走廊里，一个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林建国，憔悴不堪。林浩和前妻离了婚，带走了孩子、车和30万彩礼。林浩被讨债的追得到处躲藏，很久没露面了。两家人搬出老房子后彻底闹翻，挤在出租屋里天天吵架。张翠芬和你母亲在小区里大打出手，名声臭了。你父亲喝醉了摔断腿，躺在医院，你母亲一边照顾他一边挨骂，人憔悴的不成样子。谢谢你，张律师。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楼下公园里，孩子们在嬉笑打闹，阳光正好。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没有快意，也没有同情，就像在听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遥远的故事。那些人那些事，真的已经离我远去了。秋去冬来，城市下了第一场雪。我陪奶奶在公园看雪，准备回家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刘桂兰，我的母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头发花白，身形佝偻，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正在垃圾桶里翻找。我的脚步顿住了，奶奶也看见了她，她似乎感觉到了注视，缓缓抬头，四目相对，她的脸上瞬间写满震惊、慌乱、无地自容。她下意识想把塑料瓶藏到身后，却太急，瓶罐散落一地，哐当作响，她僵在原地不知所措。我心里很平静，拉着奶奶转身就走。小陈，她终于鼓起勇气，声音沙哑。我停下没有回头，她踉跄跑到我们面前，在3步远的地方停住，不敢看我，只看向奶奶，眼眶瞬间红了。妈，我对不起您，我就是想看看您。奶奶叹了口气没说话，我看着她那张写满悔恨和痛苦的脸，她是真的后悔了，但那又如何？我从钱包里拿出一沓钱，大概2000块，走上前塞进她手里。她愣住了，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我不是你儿子，你也早就不是我母亲。我继续说道，我们之间在你们用奶奶的性命做赌注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这笔钱不是给你的，是给一个在寒风里捡瓶子的可怜的陌生人，拿着它买件厚衣服，吃顿饱饭，然后忘了我们。我们也早就忘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说完，我拉着奶奶转身走进单元门，身后是她压抑的、绝望的哭声，被风雪吹得支离破碎。奶奶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来，轻轻拍了拍我的手。小陈，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电梯门缓缓关上，隔绝了门外的风雪，也彻底隔绝了我那早已死去的过往。第2年春天，我的第一本实体书《新生》正式出版，上市第1天登顶畅销书排行榜。出版社为我办了一场小型签售会，那天阳光很好，我坐在签售台前，看着台下排起的长龙，心里忽然就释然了。我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不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博同情，是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深陷泥潭的年轻人，这个世界上最能依靠的人，永远是你自己。签售会结束，我回到新家，一进门，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奶奶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正捧着我的新书，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听到我回来，她抬起头，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我的小陈是大作家了。我在她身边坐下，奶奶，我只是写故事的人，不一样。她合上书，小心翼翼放在茶几上。你的故事能给人力量，这就比什么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奶奶说等天气暖和了，想去海边看看，她这辈子还没见过真正的大海。我说好，下个月就去。晚上我处理完工作，一个人走到阳台，城市的夜晚灯火璀璨，宛如星河。这时候电话响起，凌晨老师，新生的影视版权被顶级公司买走了，您人生的新篇章要开启了。我笑了，抬起头看向那片深蓝色的辽阔的夜空，属于我凌晨的真正的人生，从今天起，天高海阔，任我遨游。